那再说前面说的那个外卖的那个问题，我觉得外卖的问题其实其实是一个切入点，能够折射出国外跟国内的生活的不一样。我觉得国外首先你得承认，它就是有真正的大把时间，你按每天的平均时间去摊，它就是有大把的时间真的是家庭生活，就不是工对，作。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国内，嗯其实不管你收入多高，你很难把工作跟生活是平拆开来的。就是说我今嗯天24个小时，我撇掉假设说有8个小时去睡觉的话，剩下嗯16个小时，我8个小时工作8个小时生活，不存在的，肯定是没有这个界限的，嗯，它是模糊不清的。同意。倒不是说你出了你下了班，你还是时刻处在工作，但是它就是会完全没有边界感的来影响到你的生活的。但是我觉得至少我在加拿大的生活，它这个边界感是非常非常强的，就是你有大把的时间是绝对是属于家庭生活的，绝对没有工作来侵扰你的。就我在加拿大干的这么卑微的一个超市里的工作，它的合同里头有一个复选框，就是说如果你不勾这个复选框，那是公司绝对不允许在你下班的时间联系你的。就是这么一个嗯条款，就是 HR 会很卑微的问我说：“你可不可以考虑把这个勾上？”但是我不勾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我只是觉得，嗯，我只是觉得在加拿大的这个对我的这个侵扰跟国内比起来太小儿科了，我完全不在意他有什么事联系我，我才勾的，那完全可以不勾的。那不勾的意思就是我下班了就是下班了，他绝对他哪怕公司被烧掉了，他也不可以找我的，就是差不多是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嗯国外它是有大把的时间是绝对属于你个人、属于你家庭生活的。所以就回到老 P 前面说的问题，那个外卖的问题，我觉得外卖的量它肯定是比国内少的，因为你有大把的时间自己生活，你可以去采购、自己去烧，你为什么要去点外卖呢？我觉得国内觉得外卖方便当然是一方面，对吧？那外卖呢背后又要去折射很多这种卷价格啊，然后那个外卖不干净啊，什么乱七八糟，这外卖小哥的悲催生活，它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关键是国外你有大把的时间自己去烧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你干嘛要去点外卖呢？我觉得我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自己去很开心的做点东西，自己吃了满足的，我觉得没有必要点外卖吧，就是这个原始需求会降低很多吧。再加上它的这个比例是这样，所以就导致外卖的价格肯定比国内的要贵，那你就更加不会嗯。去做这个选择了。所以它整个体系是配套的，我的理解。你说的这个是一方面，嗯，就是说，你其实在说一个work and life balance 这件事情，对吧？对啊，另外一点，我就是觉得从外卖这件生意上来讲，它一定是要在人口密度很高的地方，它才能做得起来。嗯。像我们这种住的又散，对吧？地广人稀的地啊，方，那你别说，那你别说，那加拿对吧？大它那个 Uber Eats 或者什么，它这个生意还是做得起来的，确实是还做对呀，但是它的成本高呀，啊，成本高嘛，但高到就是消费者不太愿意去买呀。嗯它就平衡了嘛。就比方在中国啊，要1000单才能养活一个，比方说外卖员或者是一个外卖点啊，对吧？那在那边可能100单就够了嘛，所以它少，但是它对，每一单贵嘛，它通嗯过市场经济自己就平衡在一个合理的点了嘛，对吧？对，我刚刚嗯其实听那个胖子说，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到不是 work-life balance，而是说可能是，就是我的视角可能是感觉是这个劳动时间，就或者说用付费来购买劳动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就是这个也是引申到，就说为什么外卖费贵，或者说你家里什么坏的一个东西，然后让别人来修，然后或怎么样，一些上门服务啊，或者说一些快递啊等等，就是它会比较贵。就是我感觉还是一个就是国内的这个你用付费来购买劳动时间的这个总体成本还是便宜的，但是不管是加拿大、美国或欧是的是的。洲吧，我个人感觉这个事儿还是挺贵的，就是啊，我觉得这所以个这个有点像什么，可能扯远了，就有点像区嗯块链上面怎么去算贡献度的那个问题。就是国内其实是把脑力劳动的那个加权值加的很高的，嗯对吧？所以你可以使用很廉价的体力劳动的活动。但是国嗯外的话，它其实没有这么高的加权值，所以说就可能你外卖干1个小时，跟你在办公室干1个小时，可能它是差不多平衡的，所以你差不多，会觉得去使用这种人工服务特别特别贵。其实反过来说，我觉得是反过来说，
我一直在跟我女嗯儿这么说，我说反过来说，你想象你某一天你要去干这个体力劳动的话，其实你的收入是可以让你活得比较有尊严的，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国内的话，其实问题就是说你很廉价的去使用这些服务，就是体力付出的劳动，其实是使得这么大一群人，其实是他的生活的水平是蛮差的。我觉得都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关键你要是的，站在哪一边，你去用他的服务，你当然希望越便宜越好，对吧？但万一嗯你某一天你去干这个工作，你会觉得这个收入实在是，就像国内下岗电影，就是描写下岗的电影，甚至有的就是一些，对吧？大明星其实也没有这个生活经验的，就 YY 出来的，对吧？他觉得最悲催的莫过于什么大厂程序员啊，就去送外卖了，对吧？说徐峥对吧？哎，是我就是看过那个电影哈，就是是这样的。对，那个叫什么来着？逆就他行人生。说的很多细啊，对节对对，都很悬浮嗯嘛，对吧？但他嗯说的这个结果其实是普遍大家的一个认知嘛，或者说是他的电影的受众的群体的一个认知，就觉得哎呀我操，沦落的送外卖了，就非常非常的惨嘛，对吧？嗯，我觉得倒未必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审查制度，它很多东西不能说呀，很多东西不能拍呀，对吧？啊，或许吧，我扯远了，不对不对，或许吧，这不好意思。个是啊，对，扯远了，扯远了，啊，扯远了啊。然那个后回到外卖这件事情，就是，呃，国国内不是有句话嘛，就是说，其实穷人就是富人最大的财富嘛，对吧？因为有人愿意去干这种一单几块钱的单子，所以你才会这么快捷的收到外卖嘛，对不对？嗯然后这种东西，如果这个价格你放到国外，没人会去接单了。嗯是啊，所以他要鼓励生育嘛，对吧？因为韭菜不够了嘛。啊，这个话题又扯远了。那嗯个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第一安全性，对吧？第二那个医疗，然嗯后第三嗯生活便利性，对吧？生活嗯便利性除了外卖还有什么东西？我就说一个最近发生的事儿，就嗯是最近就是我们家有一个门坏掉了，然后呢就找一个 handyman 来帮我们换一个门，然嗯后呢，就我本来想换一个门嘛，对吧？就这个门我看好像就200欧、300欧左右吧，我想换一个门嘛，可能也就400-500欧。哎，结果这个人过来，然后看了一下，然后整个这个，结果他就报了一个1500欧，然后，哎，我以为这个人是一个，就是就电影啊各种，然后我让我老婆说，那我们再换两个人看一下，哎，换两个人过来全是这个价格，所以哎，我是觉得就是整个这个，然后换门这个事儿，它还不像一个，就是我能够去 YouTube 里面去学习一下能够搞定的。像我之前就学会了这个自行车补胎，我就靠油管看视频，然后我就学会了。然后因为这个玩意儿我去看了一下，大概要30欧吧补个胎。那我想30欧我还把这个车推过去，对吧？然后还得给他，因为你胎坏了不能骑的嘛，那我想我不太高兴了，那我情愿就是自己学一下。后来3-4欧买了一个补胎工具，我就自己能搞定。那门这个搞不定的，那感觉这个事儿就不得不付这个钱，所以我感觉这个服务或者说这个生活便利性这个事儿还的确是个问题。这个就跟之前的那个说的内容是一样的，这毛毛你是按照你的原行业频度出去的，对吧？那像我就去干超市了嘛，说不定我也去干修锁了嘛。那我觉得嗯。如果我能干上修锁，如果1500欧的话，那我就觉得修锁这个能把我养活了呀，对吧？明白明白，就是我其实还是以一个就是按照国内的这个是啊，就是一个你要价格体系，然后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是啊，个便利程度来横向类比海外嘛，所以会有这种落你要差嘛。想有多少人出去其实是转了行的嘛？那他之所以能转行，他没有一棵树上吊死，就证明说他转的那个行还是能养活他的呀。嗯好，然后然后我再回顾一下说那个生活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其实，啊、对，我其实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那边是有真正的所谓的生活的，那它好处就是说没有工作来影响你，然后带来的一些我不能说是坏处，但是就是可能对于我的前半生来说没有磨练到的，就是它需要你是一个 handyman，就是要去做很多
嗯，很多对之前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喜怒参半吧，就是它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因为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老 P 跟毛毛小时候怎么样。其实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玩那种什么，就是那种给你一堆的机械零件，然后自己去装个什么小吊车一样的，啊，男然后孩子都是这样的，对吧对吧？有个小都轱辘可以喜欢，摇起来，对，就包括我女儿去上乐高，其实我觉得我比她激进。所以我觉得嗯其实那个刻在骨子里对于这种东西的这个喜好，在这里其实是可以得到巨大的一个发挥的。我去了 对 Home 以啊，后，我就觉得，哇，简直是太棒了！就是如果我长期生活在那里，我觉得，对吧？我在那个 Home Depot 里可以找到无数的乐趣。我可以给你们快速的捋一下，就是我搬家之后我干过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我如果住在上海，嗯我一辈子也没嗯有想过这些事情有可能是要我自己来干，自己来干发现其嗯实也就还好，而且有嗯的干的还因为在上海请个人做事情太便宜了。嗯对，但是其实我自己干了就觉得，其实可能你请的所谓的专业的师傅干的也不咋地嘛，就是自己干还上心一点。我跟你们说说我干了什么事情啊，比方说，我换了我们家的马桶，就自己去 Costco 买的，然后自己在家里换，然后还要把那个马桶处理掉，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过程啊。换马桶，然后铺沥青因为我们家那个车道凹陷了，要自己去铺沥青。然后铺沥青这件事情还是我们的房产中介一个小姑娘教我的，说你们这个车道是有点凹陷了，时间久了，那个小姑娘年轻的多啊，就20多岁，也是个华人的小姑娘，然后但她的动手能力已经非常非常强了，然后告诉我要挑一天什么温度然后去 Home Depot 买什么样的这种小石子，什么样的东西去搅嗯拌的，巴拉巴拉，然后油漆我们家的 deck，然后除草，然后这个什么粉刷家里头，然后铺地板是差一点干，后来还好是买了一个华人那个华人店的那个地板，就是带装那个地板的，所以这个没有的啊。然后自己换家里的温控开关，还有干什么事情？反正我觉得就是打理家里就比方冬天的除雪的，这应该是加拿大特色项目，对吧？你俩应该都不需要。等等的，我除过，真的我在 Michigan 的时候除过。Michigan 是需要，对，是，我就觉得就是做了很多事情，就比方说，我可能没出国之前，我打死也没想到有一天我需要自己去铺沥嗯青。他还嗯说，每一家一户的那个房顶，可能10年左右需要自己去维护一下，就你要用很高很嗯高的梯子爬上去自己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匪夷所思。但是我觉得干那个活儿呢，就是如果我能持续的多干几件，其实是会有一种熟能生巧，然后把那个活儿干得很漂亮的那种成就感。很遗憾的是，就是有的活儿就你干一遍，下次什么时候干你也不知道了，所以这个是一点小遗憾。但是干那个活儿，大部分绝大多数我觉得干的都还蛮有趣的，这个是我觉得 嗯，跟国内生活非常大的不一样。是这个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深有体会，就是深有感触，就是感觉我身边遇到过的本地人，他们一个一个都很 handy，就嗯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弄的，嗯而且从小都是这样培养这种东西。而反观我们这边国内的教育就是高分低能，就是你只要读书读好了，其他的东西不需要学的，反正会有人帮你做的，对吧？这完全两种不同的理念。是，就国外的公立学校，它也不以输送大学生为那个嘛，对吧？他其实高中嗯，毕业就有很多就去做一些这个偏手艺的这种工种，他其实就是我觉得可能他这样的一个设计就导致他不会那么卷吧，我的理解，对，嗯，延伸开去讲，就是说你即使做这种 labor 工，他的收入也很体面，是啊就是是啊也是啊，可以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就他的人没错，分流比较平均也嘛，对吧？然后没有巨嗯大的差异嘛，所以就导致两边都不至于那么卷，再加上他的一个税收制度，他家庭计税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它整个是的，体系的设计就会让它那个社会可能，对吧？就是比方干创造性工作的，你的 copyright 是保护的比较好的，然后你干手艺人，你的小时工资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可能各个阶层的人正常的生活的话，都还可以过得比较有尊严一些，差不多是。啊，好的，然后
现在是轮到胖子讲讲你对润出去的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想法了。啊，安全对吧？啊，我知道你们想对，让我讲在马尼拉的生活是吧？这就先讲一讲加拿大关的方面的事情。其实你前头说下一期的，枪击，我觉得加拿大也有的呀，真的加拿大也有。加嗯拿大嗯枪击案还就是我时不时就能在加拿大的亲友群里头看到说，哎，哪个小区，比方万景，就是多伦多可能华人最多的一个那个社区吧。啊，它其实是 city，它的行政单位是 city，就万景这个城市啊，然后车道上枪战什么的一个视频，这真的吗？也蛮啊，当然啊，当然啊，也蛮刺激的啊。但是其实它影响远远不如美国的枪击案影响这么大，对吧？包括加拿大那种，超市里头零元购啊，印度人当众拉屎啊，就这种很多啊，啊，就也乌七八糟是吧？的事情也蛮多的，对。但它啊，加拿大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啊，对对对，就是因为是加我很拿大，少关心加就拿大的新闻。加拿大也很扯的，你知道那个加拿大的国民品牌 Tim Hortons 吧？对吧？就加拿啊，知道，大的星巴克嘛，对吧？嗯知道，就是加拿大用来对抗星巴克的一个品牌嘛。啊，然后对啊，现在遭到了这个 Tim Hortons 加拿大的星巴克遭到了全加拿大的抵制，你就觉得这是很魔幻，对吧？因为 Tim Hortons 已经被印度人占领了，他连他就是非印度裔的这个求职申请他都不接受了。就不管你是加拿大人还是别的族裔的移民，啊，他不收了，他只收印度人。这么夸张？是，所以 Tim Hortons 就一方面是这个事情全国抵制，另外一方面是最近有大概2个还不知道几个 Tim Hortons 的店，就是给当地卫生局爆发了那个甲肝的这个 warning。甲肝是什么东西？甲肝是粪口传播。啊，对对对，这哇，以是印前上海度人的那个毛孩事这个件就是的。对印度人的这个如厕的一个习惯导致的。你说哇，2025年了，太然后恶心了。加拿大的国民品牌，然后甲肝，然后被全加拿大抵制，你说这个魔幻不？这个对吧？所以加拿大的乌七八糟的事情也很多的呀。对啊，大家想听的就是乌七八糟的事情啊，就觉得你们这帮傻逼要不然，为什么要出去，对吧？对啊，我其实蛮想听听毛毛那边乌七八糟的事情，他说没有。真的没有，这边不多吧？不多，我你还感觉。我只能说你还不够融入生活，肯定有的，那你待的时间还不够长，肯定有的。对对对，对啊，你的生活可过于的那能可能，个什么了，嗯，嗯。可能我出差嗯也比较多，所以可能真正生活在这边时间反而不是很多，可能。嗯， ，OK，行，那怎么？那那就这样。你马尼嗯拉的事情留到下期再讲吧，嗯，要不然这期时间太长了，行啊，那就下期再说吧。已经2个加时赛了。好的好，那就先好了，这样吧。好的，那我们下期嗯，好。再见。